子玉姐，哎，子玉姐，子玉姐，你快告诉我，万龙门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会被江武控制呢？那日门主和陆招摇的成亲之际，江武来的突然，我们毫无防备，几个门主、秦芷言一个也没能逃过。若不是这次我有任务在身，离开了万龙门，恐怕我和其他暗楼卫兄弟一样，也在地牢中了。门主呢？门主失去了万钧剑，功力大不如前。再者，江武在地牢中设下了法术，恐怕无法轻易离开。子玉姐，你去哪儿？门主现在生死未卜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你现在去万龙门不是去送死吗？死也要去。子玉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子玉姐，你可以为门主刀山火海，我虽然做不到，但是跟在你身后总是可以的。我希望你以后要经历的所有风浪，都落在我身上。招摇，这已经是第4次了，我真的害怕。怕什么？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女魔头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也是个鬼见愁。阎王殿也不见得愿意收我。我就算杀入黄泉，也一定要把你抢回来。招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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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招摇。在坟前亲热，口味够重的呀。果然是魔王之子，够邪气。这才是魔王之子该有的样子。哼！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力量吧，来吧！
你什么意思？招摇命危，你我之争并无意义。所以呢？我们联手，先救他。好啊，你跪下给我磕3个头，我就帮你。小丑八怪，我回来了。我说，来搞个喜事吧！陆招摇到底得了什么病，能让你放下尊严，这般舍身相救？你应当见过他化为烟花的样子。我见过。5次后，他就会死。这是第2次。这是第4次。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也许就在下一个。我救，但是你记住了。我救他是因为我喜欢他，不是因为你求我。
你让我放出秦千贤的功力，你失去的功法，我将来会想办法弥补。你弥补？我要陆招摇永远欠我。秦千贤的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这叫心莲，是千尘阁的镇阁之宝。有什么用？六道金刚阵法，你记住，莲花绽放需要使用秦千贤的功法。到时候你就将功法注入到阵法当中。就这么简单？在你注入功法时，我会借万钧剑之力压住阵眼，以确保我们三人在阵中的平衡。一旦阵法开启，阵中人就不能再动。否则压不住阵眼，不但前功尽弃，阵中之人也会有生命危险。好。魏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魏长冒着危险来救你，你就这态度？哼，你是万路门的叛徒。我是反了万路门，但是我不是暗罗卫的叛徒。我林子玉一直只忠于一人，厉琛兰。万路门可以内乱，但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阿大，我要去救门主，来与不来，你自己选。再信他一次，去拿兵器。是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！这戾气是从我身体里传出去的。对了，我和秦千贤不一样，我是心魔，心魔传出去的功法必带戾气。从今往后，你也别想再造杀戮。哼，你管不住我。难道只有秦千贤附在我胸口那股力量才可以吗？
江武，你干什么？救人啊！我把心都给你了，你相信我爱你了吗？杀陆招摇，我此生可能也就这一次机会了。怎么感觉江武在帮门主啊？阿大，这里交给我，趁着江武虚弱，你先去救其他山主。那你自己小心。走。怎么是你？压住阵眼！为了他，你连命都不要了是吗？我的命本就是他的。李晨兰，今天是我救了你，救了万路门，但我以后不会再救你。你记住，这辈子你负了我。你们看，这结界怎么有些奇怪啊？这结界好像变弱了。难道江武被打败了？情况紧急，我先把你们救出来再说。快，阿大，快走，跟我走，快！跟上我，快！你醒了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
为了救你，我可把心都挖出来了。不信你问他呀。江武和我联手，打开了6道金刚阵。阿武不好了，怎么了？地牢里的人逃出来了，再抓回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再抓回去啊。你我的功法好像回来了。当真？回来了。全靠我啊。小红毛，你刚才说要把我万路门的人如何抓回去？对啊，又不是我的人，留着干嘛？这万路门本来就是我的，再不济也是小丑八怪的，什么时候算你的了？好啊，陆兆尧，我把心都给你了，你起来就忘恩负义啊！一码归一码，你救我我认，这个恩我也会报，对不对，母亲？但是，这万路门归谁，咱们得重新理论。好啊，那就按江湖规矩来论。在你们成亲那天，我攻破了万路门，按你们说的。以强者为王，我理当当门主啊！好，就论强者为王。小红毛，不如小红毛，6合天线还我。不在我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开启6道金刚阵法，需要上古天剑之力。林子瑜趁我不备之时，夺走了6合天一剑。那你的伤是林子玉弄的？一无大碍。哎，我也受伤了，你关心关心我好不好啊？我真的把心都给你了。不信是吧？好，我脱给你看。看吧，你真的挖心了呀？你以为我开玩笑啊？这里有个洞哎。多谢你救我，这恩情，他日赴汤蹈火，我陆兆尧定会还上。赴汤蹈火倒不用，你把他赶走就行了。不行，莫青是我心爱之人，他若是要走，我会同他一起离开。行啊，听你的意思是想把万路门拱手让给我了。万路门由我一手创立，虽不舍，但你若是能爱护万路门，我愿意让出门主之位，来报答你的恩情。陆招摇，我欣赏你的大方，只不过这万路门我除了你，其他的我都看不上。你要是离开，我就把它给毁了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留下来和我一起当门主。我留，他也得留。留他干嘛呀？看山门？留他当门主。好，看在我喜欢你的份上，以后你、他还有我，我们3个门主，如何？3个门主，听着有点意思。阿武，我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，我要将此事昭告天下。阿武，
这万路门门主的位置本来就是你的，为什么要跟他人分享？懂不懂什么叫策略？策略？陆昭瑶已经退步了，我若咄咄逼人，只会让他觉得得寸进尺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阿武，你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啊！我还以为你被陆昭瑶迷晕了头。我是被他迷晕了头，要不怎么会为了他，连立陈兰都忍了？哎。我们从地牢里面逃出来就是为了看这个呀，我还不如同千景一道回去呢。3个门主，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。这女魔头啊，做事总是让人意想不到。哼，早知道当时就待在地牢不出来，费那么大劲。万路门本来就是我们厉门主的，你们这些鼠辈，乘人之危才有机会得逞。嫌厉门主已无恙，怎会允许你们鸠占鹊巢？早晚将你们赶出万路门！现在把你们赶出去！赶出去！把你们赶出去！乘人之危，若不是我们江门主耗尽功力救了陆昭瑶，你们哪有机会从这地牢里逃出来？就是哪有机会逃出来？胡说！应该是你们滚出这沉寂山，自立门户去吧。对，自立门户！我要去打架！十七，回来！有本事！你就别添乱了。都把刀子收起来，一会儿门主们就来了。站好！门主来了。哎，说好了一起当门主，你先我后可不好啊。那平起平坐，一起进去。好啊。这5个殿上就1个主座，我们有3个人，为免以后纷争，咱们先把规矩讲清楚。最中间的位置由谁来坐？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，你来做吧。行，你坐中间没问题。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等等，你坐中间我也就认了，毕竟我宠着你。但是左为尊，凭什么他能坐左边啊？不是说按先来后到的规矩吗？我第1个当门主坐中间，他第2个当门主坐左边，你最后来的当然坐右边了。那不行，我想坐左边，让他给我换。不换是吧？好。我就坐这儿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行了，今天将大家召过来，是想告诉大家，从今天开始，万路门就有3位门主了。
往后大家都是把一家人。心都放宽一点儿，把之前的事情就都忘了吧。你抢什么话呀？大家都是门主，凭什么你能说话，我不能说话呀？行，你说。说完了。前门主，既然咱们万路门现在有3位门主了，那么今后门中的一些事宜，该交给谁来打理呢？每人出个主意吧，谁的主意好听谁的。就这么定了，没事儿下去吧。是陆门主、厉门主，是江门主，是陆门主、厉门主，是江门主，是陆门主、厉门主，是江门主，是陆门主、厉门主，是江门主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不行了，小侄女，我太难过了。本来我就不喜欢小丑八怪，但无奈门主喜欢。现在又出来个江武，就是他害得秦天贤不能陪我玩，我现在还得听他的话。唉，当初要是救下了门主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。不说了，小侄女，我现在要取点功了。等我打败了小丑八怪和江武，门主就是我的了。山主，您这都多少年没有去武恶殿议事了？这次去，莫非是有什么变动？偌大一个万路门，搞得跟小孩子办家家酒一样。以前1个2个折腾我就完了，现在还来了第3个，还不如让我待到地牢里来得清静。啊？千景呢？哦，沈姑娘去厨房了，说要准备些糕点。山主，您要不劝劝沈姑娘吧，让她少去厨房。这都1个上午了，她失败了5次，家里的蜂蜜呀、面粉啊，都快被她用光了。我差这点粮食吗？我养了你5年，费了多少粮食，你怎么不说？您不是常教导我们节俭才是美德吗？听说都蒸了1上午了。你是来挖苦我的呀？我哪敢啊！又失败了。哎，烫，这次没做好，等下次做好了再给你尝吧。好。这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。这是我的生辰八字。你这是？万路门现在有3个门主，以后还指不定怎么闹腾呢。不如
我们趁早把婚事给办了吧。你可愿意？金仙，到喝药的时间了。哦。金仙，你可知道这万路门里发生了件奇事，竟然出现了3个门主，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呢。是吗？那就不打扰金仙休息了。对了，金仙，你有什么要求只管提，只要是我李雅子能做到的，肯定义不容辞。也没什么，就是我看了这些卷宗，觉得有些好奇。您说，虚宗门秘术和历代门主的年岁有关，可有此事？这个门主告诫我们，这是虚宗门的秘密，不方便向他人提及。我并非是有打探之意，只是我这条命是你们门主所救，我只是想尽自己一份绵力，替他延长年岁，来报他的救命之恩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也只是听师父提过一句，说这秘术会带来很强大的力量，但却因为太过强大，所以会减少施术者自身的寿命。所以每代门主诞生时力量最弱，直到30岁时最强，但是从第1代之后的每一代都活不过30岁。那江门主如今，师父打算将他家族的宿命终结在他这一代，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师娘。师父，给金仙的药用了吗？是。今日金仙可有好些？比往日好多了。对了，师父，今日金仙突然问起我一个问题。都问你什么呀？问我们虚宗门的秘术是否和门主家族有关？你都一五一十告诉他了？是啊。师父别生气，金仙说了，他是想看看能不能帮助门主克服这家族之疾，来报您的救命之恩的。罢了，说就说了吧，他早晚也会知道。退下吧。是。盯着以前那些新山弟子，别让他们到顺安镇来为非作歹。是。缘分啊！半路门真是不错啊，山上乱成那样，
也没影响山下人的生活。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哦，江武，当日你会舍去秦千贤的功力来救我，我很惊讶。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以你当时的功力，厉晨兰和我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你俨然已经成为了天下第一，但是你却放弃了。我之前说过的话你都忘了是吗？我说过，我爱你，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。怎么了？被我迷住了？伤还没好？当然没好了。这是9转丹，对你的伤口有好处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啊！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各自回去吧。顺路啊，我送你。我睡哪儿啊？万路门那么大，你随便找个地方睡啊。我找哪儿啊？万路门就3座主殿，你回卓尘殿了，我们俩睡清波殿啊？不行。嘿，你还不同意了？我还不同意呢，那个死变态！这样吧，我睡无恶殿，正好能体现我尊贵的身份，就这么定了啊！你，老子就要睡最宽敞的地方，哼！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开始改变了。改变？你终于懂得“舍得”2字。我懂什么？用得着你来唧唧歪歪的吗？哼！你干嘛呢？哼，阿武，别睡了。哎呀，看什么看啊！我都说我没地儿睡，我只能睡无恶殿了。你们先开会吧，我再睡会儿。今日门中有何要事？门主，万路门自内乱和江门主一役以后，山下良田被毁去大半，收成不好。今年所收税款不如往年，且万路门中房屋毁坏所需修缮的费用，今年也多出很多。不知3位门主……哎呀，没钱去抢啊！
周围那么多有钱的，还不够修这些破房子的。那怎么成？不如这样，既然修不好了，那就别修了，反正也不紧着那几间屋子住，大家熬一熬，明年再说。这什么这？就这么办。是门主。哎，小点声。嘿嘿嘿嘿。嘿。嘿嘿嘿嘿。哎。哎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哎哎！小红毛，你这是当着我的面欺辱我的弟子啊！哎呀，玩嘛，又不会死人的，要不要试试啊？无论你在新山如何，在万路门就要守万路门的规矩，不准欺辱门内弟子。好啊，那你同我比试一场，你若赢了我，我便答应你。妥，但不能以活人为靶。哼哼哼。耶！嘿嘿嘿嘿。哈哈哈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没站稳。哎哎哎哎哎！哎呀！烦死了！干什么呀？啊！烦死人了！你干什么呀？你到底比不比了？哎呀，江湖，给我站住！讨厌，烦死了！你笑什么？你是在给他们善后吗？门主，谢山主。今日殿中所说入不敷出一事，我已想好对策，变卖万路门所囤积器物、粮草，把房间合并使用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。但不可以加重赋税，记住，约束新收入的门徒，不得骚扰百姓。是，门主。门主，怎么？还有事？这是江门主和陆门主给我的，都让我按他们说的做，我到底听谁的呀？倒是各有各的风格。
照我说的去做。是，门主。小丑八怪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嘛？我来找你谈情说爱啊。走吧，咱们去七尺地。我就不信那小红毛还能追进去。走。怎样？哎，阿姐，姐夫。阿姐，你身上这空丸的作用解决了。解决了，那真的太好了啊！解决了？是怎么解决的？6道金刚阵法。6道金刚阵法，竟有如此大手笔！哎呀，可惜了呀！怎么什么好事都被你给占了？阿姐真是太幸运了，若要同掌柜一样，得靠七指地这里的药丸来化解顽疾，这可就难办了。为什么？姐夫有所不知，咱们七指地的东西，一旦长期服用，便很难再停下来了。服用到一定的量，想要再离开这七指地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想当初啊，阿姐想要离开这七指地，不惜进入净池洗髓，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。洗髓，那是七指地多少人死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啊！啊，没事儿，我是一般人吗？哎，奇怪了啊，他们俩明明从这儿进去的呀。不，你厉害啊，我还不信了。母亲，这些日子谢谢你。怎么突然说这些？我虽然创立了万路门，却不懂经营之道。这么多年，多谢你把它经营得这么好。再有江武一事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忍耐。他救了你的命，我虽然不喜欢他，但仍心存感激。况且，再忍耐的不止我一个人。江武这小子又在搞什么？喂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谁让你砍树的？我想砍，我看他们俩在一起不开心。哎，说好了3个门主，你们俩却有自己待的地方，太不公平了吧？你想怎么样？砍树啊？砍什么砍？我同意了吗？不砍也可以，除非你们俩答应我，
从今以后再也不来这儿。江武，不要太过分。哎，当初在这儿求我救他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态度啊！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明天还来砍。以后非必要情况，我和招摇不会来这里。这是我最后的让步，你别太过分。这个态度才对嘛！你今天好漂亮哦。这不刚走，怎么又来了？给我一颗空空丸。公子账上财产可观，区区空空丸不值几个钱，要不要再多来几颗？要10颗。哦，公子大手笔啊！拿的什么呀？这是陆门主给厉门主做的汤，陆招摇做的。味道果然不错。跟李晨来说，就说陆招送他一碗吧。啊。门主，如你所料，我端着汤从门口路过，说是陆门主给你做的。那姜武喝的是一滴不剩，喝了就行。门主，容我多问一句，那药死不了人，只是让他去他想去的地方。哦，那好。阿武，怎么了？从早上到现在，我一直在闹肚子。去看看吧。没事，不用。我去趟茅厕。哎，你带纸了吗？没有。去拿了。门主，您上次写的文书十分有效，咱们万路门又能过个好年了。知道了。这个是兄弟们呈上来的文书。先搁着吧。姜武喝了汤之后，可有什么反应？据兄弟们说，姜武今天往茅厕跑了一天，脸色蜡黄，恐怕是不太好。是否要请南山主过来看看？仅仅是拉肚子？是啊。把这剩下的也给他吃了。是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还不是门主你，说什么节约伙食，搞得我好几天都没吃饱。那怪我喽。哎，女魔头，你就真的不担心万路门会被姜武抢走吗？哼，他可没那本事。为什么？姜武是看似闹腾，但小丑八怪其实是不动声色地把实权握在了自己手里。我走了这么多年，他能把万路门弄成现在这样，还是有些手段的。
小丑八怪这么厉害，我看上的男人能差吗？陆朝阳，你出来！这小红毛竟然敢直呼门主的名字，我们就这么任由的在万龙门嚣张下去吗？放心吧，你那2个门主又不傻。我只有1个门主。好，你就1个。他们呢，是在等。等什么？江武性格这么乖张的一个人，他肯定过不了多久这样的日子。等他忍受不了了，他自然就走了。会吗？会啊，等着吧。哎，小侄女儿，我怎么感觉你现在好像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？哼，我说你为什么一直叫我小侄女儿？陆昭，你这怎么了？哎，你给李晨兰那碗汤里面放什么了？汤？什么汤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李晨兰呀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喜欢他呀？是因为他对你好吗？那我也可以。你不可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遇见我的时间就已经输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遇见我的时间就已经输了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阿武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现在万路门里很多事情都没有在无恶殿上报，他们直接把文书呈给了厉晨兰。我就说嘛，这几天除了养猪种田，就是吃饭造房的事儿。万路门里面怎么可能连件大事都没有呢？哼！所以阿武，你要想办法巩固自己在万路门的地位。这事儿好办，陆招摇的六合天一剑不是丢了吗？你去查查林子玉的下落。关六合天一剑什么事？巩固地位啊！当初厉晨兰可以帮陆招摇把六合天一剑找回来，那现在我也可以啊！我不是让你巩固这个地位，哎，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行了，去吧，去啊！哎呦！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分担一些。以前事情更多，也没见你说忙不过来。以前他不在，我觉得度日如年。如今他回来了，时光宛如飞逝。未曾会想有一日，竟在你的脸上看见了春风得意的样子。若说春风得意，还需等江武离开了才算得上。听探子说，江武心腹小易已经离开了万路门，
好像也在追查林子玉的下落。今日在江州城，与我们撞上了。林子玉可在江州？有在江州出没。阿荣，剩下的折子你帮我看了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两个人结伴出行，子玉姐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现在万路门有了江武，在江湖上是独大之势。虽然宗门池天明对我颇有微词，但只要六合天一剑在我的手上，我想他们忍气吞声也会拉拢我。那咱们继续前往宗门地界。这把剑不能这么轻易的给他们，否则，一旦你我无利用价值，必定性命难保。快走！哪儿那么纠结？把命留给我不就完了吗？这把剑在你手里待太久了。该物归原主了。今天这把剑我要定了。多事。你们干什么呢？给你准备了个惊喜，结果让他给搅和了。找到林子玉了。那林子玉呢？好了。追啊！把剑交出来。
我帮你。母亲，母亲，江武，你要干什么？杀了他呀！我说了，我要杀了厉神兰，夺了万路门，将他取而代之。你当时还说欣赏我呢。做点好事呗。我要杀了厉神兰，夺了万路门，将他取而代之。那是当时。哼，现在也一样。江武，来呀！住手！哎，智商要紧，我们先回万路门。哎呦，哎呦！他怎么样？活不长了。活不长了？哼，活不长太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江武，小丑八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也休想好过。好啊，他死了，我陪你一起难过。你出去！让你出去！你也出去！吵死了！扶我一下，扶我一下。着什么急呀？那点小伤不会死人的。小伤。我今天的事再有一次，我一定对你不客气。哎，你又演什么？我也有伤啊。他醒了。我也受伤了，帮我也治治。莫青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无妨。什么无妨？我还在这儿呢。你现在对你的身体没有发言权。厉晨兰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身体里有两股力量在互相撕扯，我费尽周折才替你抑制住一股，你且控制住你的心绪，不要让我做同样的事。那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暂时没什么大事了。你，智商过来。你们两个，我只能治皮外伤，别的都自求多福吧。怎么了？他们俩的身体有什么不同吗？当然不同，我这儿只能治人，治不了心魔。